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那么福双日祸不单行，我们知道上周美国硅谷银行在48小时之内，因为420亿美金的提现啊挤兑，最终宣告破产啊。那么今天呢，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公开表示啊，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啊，美国还有一家银行啊要继续爆雷。那么这家银行的名称没有宣告出来，但是有这个宣称之后呢，我认为行情有可能继续下跌啊。但是在继续下跌的同时呢，我认为下周一开始美股将会迎来一波反弹啊，因为在明天晚间啊，北京时间11点30分，美国时间白天的11点30分啊，美国要做一个秘密的非公开的议息会议。那么这个议息会议一定是会对市场注入一些鸽派的声音啊，最终导致美股出现一定的反弹，并且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美股从2月21日开始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我认为有可能会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反弹，所以呢，根据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反弹很快可能会出现啊，很快可能会在下周一美股开盘后出现啊，所以呢，转机啊应该在下周一开始。那么很多人会问我这个位置应不应该抄底呢？我认为你说的这个抄底的这个动作是指的是单点梭哈进入然后等待上涨获利，并且呢，你这个抄底动作可能是不带任何反弹、不带任何分仓进场的。而我 K 线西游战法一直强调是把仓位打散之后进场，无论你是上涨趋势还是下跌趋势呢，都要把仓位打散分布式进场，相当于是你的一个一维的什么呢？一维是一个直线结构一个线的结构带入到平面里面，比你单点介入零维思维进入市场更容易有一定的获利。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首先呢，我们提到的比特币的反弹呢，起始于这个位置大概是在1月10日。1月10日开始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并且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美金的去年6到12月份的这个支撑位这个压力位。突破之后呢，完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在1月20日开始了第二轮日线级别的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件阳线组，那么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21000美金，就是这轮行情做止损的一个位置。我们知道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有悟空阳线、8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4个人物呢，构成了一个上涨西游或者下跌西游。那么悟空阳线的开盘价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悟空的脚底板的这个位置，一定是趋势上做止损的位置。所以呢，我对我 VIP 群众小伙伴在2月6日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在22000美金附近做减仓，如果跌到21000应该更进一步的把这个仓位减下来。那么行情已经到达2万美金了2万美金这个位置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你知道吗？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再次迎来了一个小的支撑这个支撑呢是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筹码中部区间，同时呢也是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构成了一个支撑。同时我们看到了比特币打到19600点之后就开始了一定的反弹。那么我们回首看一下小日线级别，它的反弹力度呢是非常弱势的，甚至不构成小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那么行情整体在小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呢纷纷都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但是呢，分析行情你要错位去看小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都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但是你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上就可以看到日线级别这里144均线和169均线的这个支撑位构成了一定的反弹。那么周一的行情当中，我认为也会依托19500美金这个位置做一定的博弈，如果能够成功站稳19500美金，随着美股的回暖，比特币势必也会出现一定的回弹和反弹现象。那么如果比特币出现一定的反弹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决策，你究竟是加入空头呢，还是布局现货，还是做多比特币那么我们一定要看的是比特币的反弹力度我们知道下跌行情当中会形成筹码空缺区，这个筹码空缺区呢，往往会通过反弹进行回补。那么回补之后呢，第一次回补之后呢，往往还是容易出现直接的反复震荡下跌，最终呢形成收敛三角形结构
如果是下跌趋势继续的话，它才容易继续往下走。那么如果出现反弹的情况下，我认为21000到21500美金是可以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啊。为什么布局空单呢？因为现在行情在美股跌破这个1440均线之后，明显出现了一个空头趋势，这个空头趋势有可能对继续的啊，所以呢，这里面对于空头来说啊是可以布局的，但是对于现货来说，你在当前位置2万美金附近进行抄底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仓位的布局啊，现货可以进行一个仓位的布局，做一轮反弹，并且呢，这个位置的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我认为你布局长期现货持有这个仓位也是没啥问题的。如果你打算长期持有比特币的话，这里布局一个仓位，如果再往下走的话，你继续分仓进场，这种分仓进场呢，不是时间上的定投，而是属于一种价格上的分布式进场式的定投啊，这种方式呢，能让你的现货成本更加低一些啊，不断的做低你的现货成本啊，最终呢，如果出现更好的反弹趋势和上涨趋势，你就能够在后面的未来的行情当中获利。当然了，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趋势了，在这种趋势当中你做空的位置如果你选择做空的话，做空的位置就非常重要。我建议的是根据我们 K 线修战法，能够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到达21500美金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有筹码压力的，所以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再选择你的空单那么我认为下周一美股和比特币会出现一定的反弹，反弹之后是布局下跌趋势当中反弹后空单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这个点位是现货有一个仓位的位置，并不矛盾，两面我都说了。但是呢，作为投资人的个人来说，你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在市场当中多头能赚钱，空头也能赚钱，但是你做两卖派是不赚钱的，所以呢，你要在这个行情当中选择一个方向去做。如果你是做多头你要坚持你的信仰做长期的多头的打算。那如果你做空头做目前下跌趋势的空头，那么你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进场的位置。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现货目前很多山寨都出现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价格，比如说 FIL 这种代币，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到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是1440均线这个构成的，所以呢，对于现货来说，目前慢慢买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在市场行情当中经历了312，经历了94，经历了518经历了519那么这些历史上的暴雷或者下跌包括了08年金融危机，还有这个18年比特币大幅回调还有20年美国原油危机这些危机呢，往往后面的行情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所以呢，当前行情虽然正在下跌，但是是可以买入一些仓位的。我昨天跟会员群朋友说，目前很多币种出现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价格，包括 FIL 包括道指我们看一下道指。它的价格已经走得非常低了，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周线行情周线行情当中几乎接近于22年的底部位置了这个位置价格非常便宜。但是我们知道地域下面可能还有地域，所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上，我们是可以买入一个仓位的，但一定不要全场梭哈不要把这个位置堵在一个点上，而是要把你的这个思维拉成一条线分布式进场，摊平摊低你的成本之后赢取后面反弹的利润这是我对一些山寨币更多的一个建议。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感谢大家，再见。